储物介质的运作逻辑是，收物品进去的时候需要触摸到物品本身，再用意念收入。但取物品的时候就没这么麻烦了，只要在心中想好物品准备摆放的位置，东西就能直接出现在预想的位置上。叶晨将注意力集中在那数以千条的青石上，脑海中规划着自己想要的位置和拜访规则。很快，一块块青条石便凭空出现在广场的地面之上。青石的长宽比例为标准的1:7，也就是说，7条青石并排摆放，横截面刚好是一个正方形。于是叶晨是用青石围了一个中空的正方形，随后便将周围的青石不断增加到7层。待第1层青石铺完，便开始90度横向铺第2层青石，让2层青石呈90度交叉，而不是直接层层堆砌，这样稳定性也会几何倍提升。很快，储物空间内的青石不断飞涌而出，堆叠出一圈厚重坚固的围墙。叶晨拉着林婉儿一跃而上，站在了10米高的石墙上。林婉儿惊奇地对叶晨说：“真没想到，这储物空间竟然还有这等妙用。如果公子将一座坚固的牢笼存放在储物空间之中，与人斗法时，趁其不备，直接将牢笼取出来罩在对方身上，这岂不是也能当成一件攻击法宝？”叶晨惊喜道：“林小姐说的很有道理，凭空出现的牢笼一旦能出其不意，肯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。说不定传说中托塔李天王的宝塔也是这种类似的逻辑。”林婉儿道：“这就看公子取物的速度，能否快过对方的反应时间了。不过奴家觉得倒是可以在空间中备上一个足够坚固、足够大的器皿，说不定将来还真能派上用场。”叶晨有些兴奋地说：“回头就让人用最坚固的材料，打造出一个又大又重的巨型金属杯，最好几十上百吨重。斗法的时候，直接趁其不备，直接倒扣下来。就算是那大长老，一时半会也极难逃脱。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，亦或者危急时刻逃命，一定都有很大的用处。”林婉儿笑着提醒他：“这种所谓的金属杯倒是简单，让炼钢厂用最好的特种钢材直接为公子浇筑一个就行。金属密度大，就算是上百吨也占不了多大的地方。不过公子得先确定一下取出物品最大的投放距离，一来方便定制尺寸，二来真要派上用场，心里也能有数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赞许地说：“林小姐考虑问题确实比我全面得多，我先用那些木材试试看。”叶晨说着，心念微动，几十米长的原木便在石墙下方瞬间一字铺开。由于原木数量很多，所以叶晨想的就是从脚下开始铺，看一看自己站在这里不动，最远能铺到多远。随着一根根巨大粗壮的原木被不断排开，距离也在随之增加，直到10余根原木排出去之后，叶晨再想向远处排时，已经明显感觉超出了掌控范围。而无论他心中怎么想，他想要移动的下一根原木也始终留在空间里，没有任何变化。这一刻，叶晨明白，最远的那根原木就是自己的能够用意念投放物品的最远距离。叶晨丈量了一下，最远那根原木的最近一端距离自己大概20米左右的距离。接着他换了一个思路，不再将原木从身边横着排开，而是竖着向最远处投放。随着一根根原木被意念丢出，这些原木以叶晨为圆心，形成了一个20米左右的中空地带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原木的最近端都距离他20米左右。这让叶晨心中有了底，自己投放物品的时候，虽然物品距离自己不能超过20米，但这的20米指的是从自己到物品最近一端的最短距离。如果是一根50米长的原木，它的近端距离自己不能超过20米，但它的远端距离自己就可以达到70米。如果把原木替换成一个直径50米的巨大钢制穹顶，那这个穹顶最远的覆盖距离就能达到70米。要是做成一口巨大的铁锅呢？铁锅直径10米，锅把手长70米，再加上20米的最近距离限制，
那真正可以覆盖的距离就有100米。100米内与人斗法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忽然一口几百吨重，连把手都有70米长的超级大铁锅迎头砸下去。正着砸，说不定能像砸蟑螂一样直接把对方砸死；反着砸，直接将对方扣在大铁锅底下。饶是吴飞燕，一时半会想逃出来，怕是也没那么容易吧。到时候就算打不过他，直接把他罩在大铁锅里，为自己争取到的时间也足够自己跑路了。关键这东西造价便宜，完全不需要像法宝一样炼制它，只需要像林婉儿说的，找个钢铁厂让他们用翻砂工艺铸造出来，对自己来说成本简直微乎其微。而且这玩意可以不只造一个，而是像造叠叠乐那样，先按照空间尺寸的最大长度造一个最大的，然后一路叠叠乐造一堆尺寸越来越小的，可以极大的节省储物空间。这要是带着一堆铁锅出去跟别人干仗，那画面想想都酸爽。更重要的是，既然这东西不是法宝，成本极低，所以用的时候也完全不需要心疼，更不用担心会被敌人得到。没有储物空间，这东西就是留给吴飞燕，吴飞燕也别想拿得走，到时候只能望锅兴叹，气得跺脚骂娘。想到这里，叶晨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林婉儿。林婉儿听完眼前一亮，激动地说：公子这个想法太好了，若真是100米长的超级大铁锅，进攻半径一下就增加了5倍。依奴家之见，不如直接收购一家中型钢铁厂秘密生产，这样一来，就算锅留给了敌人，也完全不用担心敌人能够找到什么线索。叶晨笑道：真带着10几口大铁锅跟别人斗法，估计我也成修士领域的第1人了。林婉儿认真道：实用主义就是一切以实用为主，高端的斗法往往就是要用最朴素的方法战胜对方。以前那些顶尖修士拥有毁天灭地的能力，自然不会有公子这般巧用储物空间的心思，但对公子来说，铁锅的成本低到忽略不计，灵气损耗也几乎为零，这简直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。叶晨微笑点头，说道：希望有一天能用上百米的铁锅把吴飞燕扣在底下。说罢，他一挥手，将所有原木全部收入空间，对林婉儿道：差不多该移栽普查之母了。